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，骑士在马下布战时都是手持剑盾的威风形象，但是在真实的战场上，要讲活命和立功，人还是要功利一点才行。于是真正在战场上摸爬滚打的人，往往都更中意功能更多的武器。而我们今天的主角亚惠正是很多人的选择。虽说帅是一辈子的事儿，但在以命相搏的战场上，耍帅和保命到底哪个重要，还是需要好好掂量掂量的。在冷兵器时代的黄昏，火器出现之前的时间里，支配欧洲战场的是在数百年间不断军备竞赛、各种内卷，最后催生出来的各种怪物级武器装备，比如对整个环境进行降维打击的板甲，以及为了与板甲对抗而生的战锤，还有王道征途的长枪长剑。而亚惠所属的长兵府也是这群雄争霸的一员。亚惠又称杜亚惠，是中世纪时期欧洲的常见长柄兵器之一，活跃于15至17世纪期间，以其亚惠般的钩状背刃而命名。它的外形跟刘森锤相似，但背刃形状稍微不同。广义而言，亚惠属于长柄斧一类。就这长柄斧一名，如今的词源学者有两派说法，一派认为该名称是指头的意思，可能用于标示其特殊头部形状，或指这种武器是用来砍头。另一派则认为此名称是源于长柄的意思。无论如何，由于具有优异防护性能的板甲出现，一般斩劈类兵器对其效果有限，于是人们便开发新武器或经改良技术作为应对。其中一种方法就是透过重重的盾击隔着板甲伤害对手，或者利用武器的重量以及尖锐的凸起对板甲进行单点突破，来达到打穿敌人装甲的目的。而各路长柄、战锤和长兵斧便因此而诞生。长兵斧是14世纪为了在徒步战斗中打倒配备重型装甲的敌人，而由步兵双手斧演变而成的兵器。随着后来战术形态由骑兵战逐渐演变为以步兵战为主，长兵斧也在骑士阶段间迅速兴起。以当时的骑士武装而言，骑兵战是以骑兵长矛为主，而步兵战则是以长兵斧为主要武器，而普遍装备长剑、短剑作为辅助武器。尽管长兵斧的名字里有斧这个字，但其实它的种类包含甚广。有部分长兵斧其实并不是斧头，而是锤的一种。正因为它的形式过于多样化，维多利亚时代的学者甚至还将其中一种长兵斧称为刘森战锤。而我们今天介绍的亚惠亦是其中一种。亚惠除却标志性的亚惠钩状背刃外，亦具有一般战斧功能，不过安在长棒上而已。而长柄尖端有个突刺用的铁刺，铁刺根部没有锤头，锤头另一边是钩状背刃，两边还有突出的尖刺。另外，十字形头部之下两侧有金属条延伸，保护棒端部分。一些亚惠在木棒中央位置左右设有金属护手。亚惠的攻击方式非常多元化，锤头可以殴击，铁刺可以刺击，钩状背刃可以勾住对方手脚及颈部或啄击敌人，十字形头部可以格挡对方兵器或将对方武器勾开，还能有柄部将对方兵器推回等。总之，战场上大部分情况依靠这种造型特别多功能武器都可以很好的应对。这也是为什么不少骑士实际上根本不用剑盾，而是使用这种用途更广的长柄武器。一方面能占据长度优势，同时在对敌时可以应对的情况也很多。关于亚惠的钩状背刃，有意见认为亚惠是以背刃追击为主，但其实也有人抱有不同的观点。亚惠本身是多功能兵器，理应按照需要以不同方式使用。例如铁刺是用于长距离刺击，跟长枪一样，有助保持敌我双方距离，确保阵地或对抗骑兵冲锋。铁锤主要用于盾击，能够对披甲敌人做出有效伤。钩状背刃可以勾控对方兵器做挡格，亦可着击身穿布甲或链甲的敌人。若是面对重甲敌人，仍以背刃作战，由于是具一定弧度的形状，一来容易影响锤击击中板甲的角度，较易错开；二来即使成功击穿板甲，跟一般长兵斧的锥状背刺不同，弧刃亦会相对容易卡在板甲上。因此，这种观点的支持者认为，亚惠并非以钩状背刃攻击为主。从外形而言，亚惠跟后期的斧枪、一般的长柄斧十分相似。那么它们的分别在哪里呢？有些人会从长度和功能把它们区分，不过亦无一定分法。在外形上，三者有细微差别。亚惠是弧状背刃加锤加铁刺，斧枪是斧刃加短锥、钩锥加长铁刺，长斧柄
是斧刃加锤加铁刺。斧枪的其中一种作用是作为正式武器配备，是针对步兵长矛的兵器，为避免被对方长矛刺中，故其兵器长度一般较长。而长柄斧是作为骑士阶段的步战兵器，针对配备全副铠甲的敌人而设。由于是骑士阶段的步战兵器，其主要针对对象是敌方的骑士，其长度一般较短，方便重甲骑士使用。此外，亦有人以顶端尖刺的长短为分类，长者为斧枪，短者为长柄斧；亦有以兵器头部构造作为分类，由多个部件合成而成的，是为长柄斧；由单一铁块兼具各个部分，是为斧枪。但其实无论如何，押会、斧枪、长柄斧的使用方法、利器都是以斩、殴击、刺、钩、柄、打等为主，是欧洲中世纪破甲兵器的代表之一。后来，当板甲因火器日渐普及而式微时，这些为了重甲对手间皇城 PK 而生的武器，也因为复杂的结构，对于版本更新后的战场没太大用处，而逐渐被简单易量产。数百年经久不衰、屹立不倒的枪矛，再次夺取了有限的就业空间，成了就算在民间也甚为罕见的武器。有趣的是，在这些武器面前，只能担任副器之职的剑类兵器，反而因其通用性而得以在民间继续承传。揭开历史面纱，探寻神秘冷兵器。本期的分享到了这里就结束了。喜欢冷兵器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，下期和您分享更精彩的内容。我们下期内容再见。